今天开始，我们在一起共同学习佛教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金刚经》。我想我们这个课程要达到2个目的。第一，我们要通过逐字逐句的学习《金刚经》的经文，来如实的传达理解《金刚经》的法义，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也不仅仅局限于《金刚经》，我们要借讲《金刚经》的这个机会，完整系统的梳理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思想框架。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能够对大乘佛法的理论体系、修正体系有个全面的了解。达到这2个目的，实现这2个目的，我们的讨论力求通俗。在语言表达上通俗易懂，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佛教诞生于印度，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我们人类文明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思想伟人。近代德国有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这位先生是轴心时代这个命题的提出者。他总结过去3000年人类文明史，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力最大，影响力最深远。他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有4位圣者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最深远。哪4位呢？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孔子和耶稣。特别是到了近代，当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翻译成西方的语言文字之后，佛教对近代西方哲学、西方思想的演进，对一些思想大师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在叔本华、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维特根斯坦这些哲学大师的著作思想当中，我们都会清晰地看到佛教的影响。通过维特根斯坦，佛教对上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后现代主义的非本质主义就深深地受到了大乘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思想影响。更应该强调的是，在当今佛教的影响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从亚洲到欧洲到美洲，信徒的数量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也在稳步的增加。虽然佛教诞生了2500多年了，但它依然生机勃勃。如果你是一位佛教徒，当然要对释迦牟尼的思想有个全面完整的理解，这是必须的。即便你不是佛教徒，并不信仰佛教，对这样一位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和佛教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你也应该有所了解，这是必要的。我们要通过这次学习，与广大佛教徒和广大爱好佛教的朋友们结个善缘，愿大家一切吉祥。下面我们就开始进入《金刚经》的学习。《金刚经》这个名字是老百姓的通俗说法，这部经的全名叫《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教诞生于印度，在印度，佛教的思想是用印度的语言文字来记载和传承的。因此，我们中国人学习佛教，第一件事就应该是经典的翻译。《金刚经》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因此在佛教史上，《金刚经》的翻译是有很多次的。很多佛学大师、翻译家都争相翻译《金刚经》。当然，大浪淘沙，译得好的就留下来了，译得不好的就被时代淘汰了。到今天为止，
大藏经里保存的《金刚经》的汉译本一共有6部，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第一，瑶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的译本；第二，元魏时期菩提流支的译本；第三，陈真谛法师的译本；第四，隋代达摩基多的译本；第五，唐朝三藏法师玄奘的译本；第六，唐朝另一位大师义净法师的译本。在这6个汉译本当中，鸠摩罗什的译本、玄奘的译本和义净法师的译本公认是译得最好的译本。从流传的广度来说，鸠摩罗什译本独占鳌头。入去寺院请一本《金刚经》，或到书店里买一本《金刚经》，几乎都是鸠摩罗什译本。为什么鸠摩罗什的译本流传这么广呢？首先，鸠摩罗什大志这部经典译得好，法义译得准确。更重要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汉语的语言形态非常优美流畅，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佛经在中国都比较流行的重要原因。当然，相比而言，玄奘译本在追求对原来范本的忠实性上占有优势，而义净法师的译本是这6个译本当中最晚的译本。义净法师可以借鉴前几个译本考察得失，所以义净法师的译本有它的优势。以上是汉传佛教当中《金刚经》的译本情况。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有《金刚经》的藏译本。特别可喜的是，《金刚经》的梵文原本还在。我们这次学习《金刚经》，在译本的选择上，首先尊重习惯。既然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在汉地流传最广，因此我们还是以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为蓝本。但是在对重要的词句的理解上，我们要参看梵文原本，参看玄奘译本和义净译本。下边我们就依据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开始学习《金刚经》。鸠摩罗什大师把《金刚经》的名字翻译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部佛经的名字，大凡都是佛亲口所说。在鸠摩罗什的《金刚经》译本当中，第13段有这样的经文：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这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中的原文，也就是鸠摩罗什大师把《金刚经》的名字译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是佛说。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个名字。更重要的是，在这部经的名字当中出现了2个词，一个是般若，一个是波罗蜜。这2个词是大乘佛教的几个核心词汇中的2个。所谓核心词汇，就是最能传达思想精髓的词汇。说的通俗一点，不知道般若是什么，不知道波罗蜜是什么，就等于不知道大乘佛法是什么。从《金刚经》的这个名字来看，《金刚经》是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这就是般若波罗蜜。首先我们看波罗蜜这个词，波罗蜜是梵文词巴拉米这个词的音译，因此首先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词是音译而不是意译？大家看《金刚经》的不同译本，这个词基本上都是音译而不是意译。佛教里
有不少的词语都是音译。这就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意译而音译？玄奘大师后来总结，有5种情形指音译不意译。第一，秘密故不译，也就是说一些秘密的语言，比如说真言、咒语，它们只是借助音声来传递能量、传递信息，并不需要人们了解真实的意思，所以真言、咒语指音译不意译。第二，多义故不译，如果梵文词有多重含义，很难选择其中一个含义来翻译，因此意译就会挂一漏万，这种情形指音译不意译。第三，此无故不译，也就是梵文词表达的事物或法义，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没有一个对应的词，这样的词往往是音译而不意译。第四，顺古故不译，顺古就是顺从古人的翻译，过去已然在这个词上选择了音译，大家已经熟悉了这个词的音译，所以就不再意译，继续保持音译。第五，生善故不译，也就是出于使人们对这个词能够升起恭敬的心，而不直接意译，只选择音译。在这5种情形当中，占有一种情形或者一种以上情形的时候，指音译不意译。巴拉米这个词为什么音译而不意译呢？在这5种情形里，它占了2种情形，一种是此无故不译，一种是生善故不译。此无故不译，也就是在我们的汉语原本的语言系统中，没有一个词能够跟印度的梵文中的巴拉米这个词相对应。印度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释迦牟尼，他特别热衷于讨论一件事儿，巴拉米。这件事儿在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之前，在我们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当中，在孔子的思想当中，在老子的思想当中，在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等那里没有这件事儿。固有的中国文化里没有一个现成的文化词语能够对应巴拉米这个梵文词，因此鸠摩罗什大师、玄奘大师、易经大师都选择音译而不意译。当然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重大的思想方法问题。现在是国学热，很多老师讲国学，当然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长处、自己的优势，听每个老师的课都会有收获，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也听过很多老师的课，但是当我听了很多老师讲国学后，我发现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方法上，我与很多老师有分歧。这个分歧是什么呢？很多老师在讲国学的时候，他们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努力寻找儒家、道家、佛教这些流传于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所谓文化共性，去表达这3种文化。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3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应该体现于这3种文化背后的某种相通的东西，甚至是相同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3种文化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比如有的老师归纳为心，有的老师归纳为忠，说儒家讲修心，道家讲养心，佛教讲悟心，要用一个心字把这3种文化统一成一种文化。儒家讲中庸，道家讲守中，
佛教讲中观，要用一个中字把这三种文化统一起来。在这样的老师的思想观念里边，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这三个老头似乎在说同一件事，只不过说的角度方式上有点差异而已。各位，寻找文化的共性是千百年来人类思想中一个深深的文化心结，在中国尤为突出。大概从唐朝后期、宋朝开始，这种思想观念就很强烈了。大家一定听说过一个词，叫三教合一。什么叫三教合一？就是把儒家、道家、佛教这三种文化讲的让你听着像一家。后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化里又出现了一个更严重的词，叫五教一统。大概说五教一统的人，在他们的心中，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这五个老头似乎在说同一件事。现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词，叫万教归一。我们人类一切的思想家，不管是老子、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穆罕默德、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似乎人类的一切思想家都在说着同一件事。各位，这种寻找文化共性的思想方法非常强烈。我今天要表个态，我对这种寻求共性的思想方法极不认同。我认为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往往并不应该表现于它与其他文化的共性上，而恰恰应该表现为它与其他文化的文化差异性上。差异是文化的价值。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共同学习佛教，那么什么是佛教的核心思想？我想释迦牟尼先生究竟讲出了一个什么道理，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这个道理，这个思想，孔子没讲过，老子没讲过，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讲过，耶稣和穆罕默德没讲过，康德和黑格尔没讲过，牛顿跟爱因斯坦没讲过。也就是释迦牟尼先生究竟讲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是释迦牟尼之外的一切的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全都没有讲过，只有释迦牟尼先生一个人讲了的。我想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才算真正把佛教讲明白了。所以差异是文化的价值，差异是一种文化的核心思想的体现，而不是共性。